Hello， 大家好。今天呢，想跟大家说一件事情，就是之前我们的这个菜地里面，那个菜不是被人摘走了吗？然后呢，我们猜测，大家也帮我们猜测，是不是村外的人从这里路过的时候去摘了那么多菜？但是呢，那个菜它不是一点两点，它就是需要用背篓背着走的。但是呢，其实不是。是下面放牛爷爷他们家那个奶奶，她刚刚上来跟我们说，她那天从这里路过的时候，看到我们这个菜地里面的那个杂草长得比菜还茂盛，她就说把那个杂草扯去喂他们的牛，然后呢，那个萝卜呢又长得非常好，而且她说我们人又不吃萝卜，然后就顺便把那些萝卜也一起扯了去了，所以是这样的，是她从这里路过呢，这些就被她扯去了。大家都在评论区说，是不是从这里路过的就是奶奶他们家的女婿呀，把这些菜摘走了？其实不是的，所以现在我就跟大家说一下，因为刚刚奶奶特意上来在那里说嘛，她就说她从这里路过，看到了，所以就给她摘走了，没有及时的跟我们来说，但是后面说了也没什么问题，对不对？你只要让我们知道这里是谁弄的，是谁弄走的。其实也没有什么，就是几颗菜而已。主要的是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来弄走，因为我们不知道是谁嘛，我们也会去胡乱的猜测是谁，或者是像大家所说的一样，我们得罪了谁，来把这些菜给弄走了，是不是？或者就是说特意来报复我们的，我们就会这样去猜测。但是呢，你主动来跟我们说了，其实没事的，因为反正嘛，在农村这些菜本来就不值钱，你拿去喂猪呀、喂牛的没关系的。因为我们这里还有很多这些菜嘛，也是吃不完的，到时候不要了，也是给爷爷奶奶他们喂鸡呀、喂猪、喂牛的，这些都是的。还有这边，因为只有那里的菜被弄走了嘛，他刚刚就上来说了之后呢，我们也必须的向大家解释一下，给大家一个交代，这样就不会去胡乱的猜测了。因为他们每次从这里走的时候呢，就怀疑是不是他们把菜给弄走了。因为我们呢也在猜测是谁嘛，但是我们没有说出来，我们也没有去问。但是奶奶她就主动上来说了，她说是她给弄走的。还有这里这个地方，这些菜到时候我们全部都是不要的，因为这些全部开花了，它就会长种子，它就吃不了了，而且下面它也没有长萝卜，这些我们到时候要把这些菜全部都扯了，因为我们只有一只鸡嘛，一只鸡也吃不了多少，把这些就送给奶奶他们喂猪或者是喂牛，喂牛了之后呢，这里我们就给它撒上一些花，就把这些菜花变成那种可以观赏的花，这些都是不要的。其实在我们农村你摘菜是很正常的，就是路过呀，你摘别人的菜没什么，只要跟别人说就可以了。可能当时因为我们不在家，然后奶奶来看我们也不在家，所以就摘走了，也没说什么。后面我们到家了，他才有空上面来和我们说明这个情况。然后还有大家说是因为元宵节有偷菜的这个习俗，其实我们是没有听说过这个的。我从小到大都没有听说过元宵节有偷菜的这个习俗，或者是游戏什么的，因为我们那边可能是不太流行这种，因为我从来没有听说过。你听说过吗？我也没有。你也没有啊？我们那边因为每个地方的风俗和习俗它都不一样，所以我们也不知道这个情况。他们这里我问了，他们这里也没有元宵节偷菜的这个情况。所以呢，解释清楚了之后，就一切都没有什么了。因为之前我们也是猜测是，村里面出去的人然后来摘的，我们只是在心里猜测。但是现在呢，奶奶来说明了情况，我们就觉得没什么，你摘走了就摘走了，只要和我们说没什么的，因为在村里就是这样。还有呢，大家都好奇，帮我们扶柱子的新邻居是谁？其实就是他们家的那个儿子，就是奶奶女婿他们家的儿子。他们呢想上来把这个房子给他修缮出来呢也在这上面住，这样我们的村里面又多了一户人家在这里常住了。因为他们把那些石头全部都拉过来了嘛，
拉过来，准备把他们前面的宝坎给它砌出来。听他们说呢，那个爷爷奶奶他们家女婿他们上来修缮了这个房子，修缮了之后是给他儿子住的。他儿子呢就差不多和我们一样大，也是20多岁的年纪，也是想在山里面享受这种农村生活。但是呢，他有他的老爹帮忙给他修缮这些房屋呀什么的，而且他们这个房子是砖房，砖房呢就要好修缮一点。他们这个房子最主要的就是前面那个宝坎坍塌的地方，其实里面的都不需要怎么装修就可以住了，因为砖房它不比瓦房嘛，瓦房呢它有一些是木头做的，木头做的那个木头就容易腐烂，就不好修复了。但是他们这种砖房还是很好的。而且他们这个砖房的结构很稳固，一点都没有损坏什么的。这里他们已经挖出来这么多了，大家看，准备从上面一直给它砌宝坎砌上来。而且他们是自己砌，因为他的老爹是这方面的高手专家，砌宝坎。这些都被他们挖出来了，因为这2天在下雨嘛，所以就没有看见他们上来。我们那边也是把门给弄好了，里面的也要给它修整一下。你看这个村越来越多的人在这里面来发展，对不对？现在又多了一个年轻人在这里来，逐渐热闹起来了。对，而且他们还准备把他们的那个猪圈也修缮起来，不知道他们修来干嘛，但是他们就是要给它修缮起来。上面的木头那些都已经清出来了。对。而且说他们这里还要硬化，然后那天他们不是拉沙子来吗？那个师傅，我们之前拉一车沙子要380，是一样的车。然后我问他们的那个师傅，拉一车只需要300，我觉得我们被坑了。然后我就留了他们拉沙子的那个师傅的电话，到时候我们要是打地坪拉沙子啊，做其他的拉沙子，就可以叫他给我们拉来，这样就节省了80块钱。你看他们一车沙子有这么多，跟我们当时拉的那个沙子差不多吧？对。而且他们这个是粗沙，我们那个是细沙。大家看，就是差不多的。然后我们还花了380，我们当时加了那个5包水泥，水泥是20元一包，然后就480一车拉上来。以后我们就换一个拉沙子的师傅，就是给他们拉沙子的这个师傅，拉沙子上来的话就要便宜一点。不知道后续还有没有人继续回这个村里面发展。反正现在的话，加上爷爷奶奶3户，然后我们和李俊还有他们的话，就是差不多有5、6户人家了，是不是？对。然后像李俊说的，这个村子以前即将沦为无人村的村寨，现在又恢复了往日的生机，确实是和以前不太一样了。